这是正义使命2025，共军不止演习，而是把12海里领海线划进区域，实弹射击、联合作战一路上演。他们到底在测什么？是封控台湾，还是这一次的正义使命2025环台军演中，共军是否借由实弹射击与联合作战演练，测试对台实际攻击或封控能力呢？当然，毫无疑问的，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正义使命2025演习里面，中国大陆它的环台演习的这个部分，它把演习区划得离台湾更近。当然，其实，在每一个演习区之内，共军不见得是实际派遣机舰到位，而是呢，它借由机舰实际到场走位的方式，也就是它进来进行这个走位演练。它这次的这个实弹操演，由平潭还有另外一个地区发射了大陆称为香火，也就是远火，也就是长程火箭弹的这样的方式呢，对我们台湾北部的海域，就在我们北部24海里近邻水域附近让它进行一个弹着，以及澎湖西边我们的近邻水域外让远火这个火箭弹进行弹着。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演练中国大陆它的确已经彻底演练了，就是如果万一在军事冲突爆发的时候，在第一时间还来不及动员陆军的情况下，如何快速的集中海空兵力，先将台湾对外可能所有援助全部切断，然后呢，而且让台湾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境界。未来整体作战的部分呢，它会在这个阶段先对台湾进行封锁跟控制，然后这时候开始集结陆军部队，准备要进行登陆作战。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这次动用到这个所谓的香火远程火箭，虽然说我们看到他宣布发射以及顺利命中目标，虽然离台湾的本岛本身还有大概约24海里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其实我们必须要把它看作上一次中国大陆的飞弹飞越台湾本岛上空，落入台湾东部与那国岛附近的这个水域等同的看待。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今天能够从平潭打到那个位置，也就告诉你今天他的火箭弹可以从平潭发射之后打到台湾任何一个位置。而这个部分来说，的确对于我们现在的防空能力来讲中国大陆的香火，也就是这种长程的这种多管火箭弹，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有效的防御方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如果当他开始要准备发射，那这个时候我们透过友盟提供的这个战情资讯，然后对可能发射的位置，利用 ATACMS 的这样一个战术炮兵飞弹进行源头式的打击。如果能够顺利的击中它的发射车或是相关的火箭弹的储藏地，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我们就可以在后续的作战中压力可以降低。但如果没有，如果大陆的这个香火，也就是长程火箭弹持续的不断射向台湾的话，那对于我们的防务压力来讲，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在这一次，他透过利用长程火箭弹射击展示的方式，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说今天共军的确他有能力可以封锁我方。当然，你说真正作战的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能可以透过其他的，例如说干扰这个北斗卫星定位的这样的方式，让他这批这个火箭弹打不准？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时候，其实俄罗斯也有透过干扰乌克兰 HIMARS 火箭弹，曾经有一段时间相当没有办法发挥它的这个精准射击的这样一个特性，而导致于就是说这些火箭弹发射以后，往往错失了目标或者误中旁边的一些设施。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干扰北斗卫星定位的话，那的确在冲突发生的时候对于这种远程火箭弹，我们或许还有能够加以干扰能力，但是这种是属于一般人称为软杀的部分。如果我们要用硬杀的这个方式来拦截这些火箭弹的话，那必须要等到未来这个不知何时可以开始服役的所谓的梯动，如果能够成真的话，那这时候才有可能会对这个远程火箭弹进行防御能力。因为其实我们要看到，今天远程火箭弹这种长程火箭弹，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本身价格非常便宜，而且数量非常多。今天中国大陆它对台作战的模式呢，它可能未来会大量的运用这种价格低但是数量庞大的这种装备，然后来换取我方的高价值的装备。例如像如果你必须要去拦截香火，而你运用到这个爱国者飞弹的话，相对来说你价格高，而且效果不好，因为爱国者飞弹它本身是要拦截类似像弹道飞弹近垂直的这样的弹道，但是相对这种香火它本身是一个抛物线的弹道，所以拦截效果并不见得会好。请荧幕前的观众朋友要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加入会员，斗内赏一点蚂蚁肉吃啦。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和以往的围台军演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张图上清楚的告诉我们从2022年裴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大陆的进行这个一连串的这个环台演习，到
2023年的这个联合战备警巡，到2024年的联合利剑1跟联合利剑2，一直到这一次的最新的演习哈，它一连串的演习下来啊，它所画的这个风控区域，其实从前面几次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今天中国大陆的东部战区，基本上他们在对台作战上来讲，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分析了我方在面临台澎防御作战上所可能会遭遇的这个弱点，以及呢我们难以加以防御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专门就针对这一块来进行这样一个强化。例如说，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这个围台军演之中，它利用这个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射击了我国东方的水域，中国大陆的东风15在这个地方命中多枚之后呢，其实它当然在那个情况也告诉了台湾，就是说，如果今天大陆要对台发动攻击的时候，最前面几个波次将会面临到这个数百枚至少是约500到750枚的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的攻击。当然，这个部分来讲，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目前中华民国拥有爱国者防空飞弹，至少也可以拦下到其中的大概2波左右。当时除了利用东风系列飞弹之外，它其实也是一个组合式的这样的作战，包含海上的封锁，以及利用空中的这样的兵力，在后续的环台演习中，它一次把不同的对台作战想定、对台作战的这个方式拿出来进行验证。那这一次的正义使命2025这样一个演习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非常实际的演练了对台进行封锁作战。例如，它利用了远火对台湾南北两方的这个航道，它其实展示了可以利用这种多管火箭弹进行封锁的这个可能。我们中华民国对美采购的这个军事装备，全部都要透过海运。那未来如果说这些船在海运进来这个过程中，遭到中国大陆的水警在离台湾本岛有一段距离的海上，就遭到它的拦截、隔离以及逮捕的话，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一个状态。所以未来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中华民国采购的武器的货轮，具备有这样一个海上防护的这样的能力，其实也未来考验了我们海军在现在非常吃重的任务下，能不能够有更多余的兵力，能够来达到未来这样的可能的这样的需求。另外，其实有一些科目，例如说利用它的歼16战机跟歼20战机，透过运油20进行空中加油的时候，能够长时间对台湾进行空中的战备巡航。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战机由于没有空中加油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战机往往应对到对方的这个战机，特别像歼16或歼20，它都是属于这种长航程的双发动机重型主力战机。在它经过空中加油之后，它往往可以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停留，而它停留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必须要分批次的不停的上去对它进行相关的这样的监控。这个部分其实会让我方的这个战机往往在使用率上会大幅的增加，而且对于飞行员的这个疲劳度上也会大幅的增加。那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大规模演习的压力之下，国军目前的 ROE 交战守则与实际武力应对是否能够守住台海防线，海空兵力的反制能力与策略会有哪些？的确，它借由这样一个接连不断的多波段多批次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会让我方的这个兵力呢，必须要持续的对于共军呢在我们周边的活动进行这样一个监控。那当然也会让我们原先为这些单位所排定的一系列的固定的训程呢，也会因此而耽搁，甚至于很多的科目也会在任务转用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再获得重新的这样一个训练对我们的这个防务压力未来只会大不会小。这次我们的国防部基本上这次是把这种所谓的交战规则明定的很清楚，而且也把作战的这个决定权下放到战区部队。何谓战区部队像海军有海军的作战指挥部，然后空军同样有空军的这个作战指挥部。那另外像我们的军团等级的这样一个部队，6军团、8军团、10军团等等对于如果说未来大陆的这个兵力侵入到我方的这个领空跟领海，也就是12海里这个界限之后呢就由这个战区的指挥官决定要不要对对方加以进行这个较大的这个拦截动作。当然，我们这次海空兵力的这个反制能力面对中国大陆的兵力逼近到我们台湾本岛的时候呢，我们海军跟空军都必须要发动相关的部队加以全程的监控，避免共军利用我们监控的这样的空隙进入24里的近邻区，或甚至于12海里领空跟领海这个范围之内。对于国军来讲在这一次可以说是守土有责寸土不让的战略指导下，其实的确是发挥了它这个最大的这个力量。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大陆
它这一次的这个正义使命2025这个演习啊，它本身所要做的是啊，对我们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压力测试，也就是说，它透过多波次，然后多重的这样一个兵力压制呢，然后来逼迫我方是不是可能会发生错误。但其实大陆的这个兵力在台湾周边出现的时候，它其实不会进行这种所谓的战术科目。那这个战术科目的意义啊，就是在于就是说，它不会在我方面前显露它如何运用这些作战装备的一些细节，他们甚至包含这个射控雷达等等，都不会轻易的开启，避免参数为我方所真知或泄露，让我方了解到对方的相关的这种电磁参数等等。他们在这方面的管制其实可以说相当的严格那但是呢，又要表示出他们其实在这一次的演习中对台湾起到很大的这个威慑作用。所以我们也看到大陆的媒体呢非常多的有关于大陆的基建跟台湾本岛一些重要的这个地标等等一些合照或是他们所拍摄的这个影片或照片，显现说大陆的这个军力其实已经实际达到台湾的这个上空。但是其实这些照片它通常都是透过长距离倾斜扫描式的这个相机进行扫描这个拍摄，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那个景物压缩的这个情况非常明显。但也不可否认呢，这也的确对于他们在宣传作战上来讲是可以收到他们希望对内宣传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但对我们来说其实面对大陆这样的基建不停的在台湾周边进行巡逻或者说战备的这样一个任务，对我方的这个海空兵力来说，的确是会持续不断的来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应对，是压力的确是相当的沉重。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这个 F-16这个电战夹舱到底能不能压制共军目前我们现在这个 F-16战机基本上来讲，现在镜头上给大家看到的F-16战机透过 IR 夹舱，过去 F-16我们传统上是用这个 AAQ-14，也就是所谓的 Lentium 夹舱，它的这个夹舱头呢具有红外线跟可见光还有雷射的这个标定功能。同样的，我们现在买到的是 AAQ-33 Sniper， 也就是神射手夹舱。这个夹舱本身是过去我们刚刚讲到 Lantern 这个夹舱的 AAQ-14的这个性能大幅升级版。那但是其实这个电战夹舱本身它是具备辅助侦知的这样的功能。什么叫辅助侦知呢？因为其实红外线本身它在物理特性上来讲，它虽然是一个被动性质的侦测器，但是呢，它其实本身它可以导引包含像雷射标定武器等等，或是提供这个目标物的视觉影像。在右手边可以看到啦这些包含大陆的这个歼16战机或是运20加油机，或是你可以看到空警500的这个加油机呢，本身都是由神射手夹舱所拍摄的这样一个红外线影像。但是这些影像它拍摄距离往往相当的远。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呢在看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军机之后呢，如果真的我们要进行拦截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将跟作战系统相连线的这个 AAQ-33夹舱来导引我们的雷达去对它进行锁定。要对它锁定之后，我们才能够发射 AM-12洞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如果是近的话，才能够使用 AM-9X 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对它加以攻击。不过整体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AAQ-33这个 Sniper， 也就是神射手夹舱，它对于辅助我们侦获中国大陆的这个战机帮助其实非常大的。这次中国大陆特别有一张很刻意的在台湾南部空域有一张歼20战机跟我们台湾南部的这个恒春半岛同框的照片。但这个同框照片它其实也是运用这个长距离这个大焦段的这个相机去拍摄的这个景物压缩的这样的效果，并不代表就是它这个飞机真正飞到台湾的附近。但是我们呢倒是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去探查或者是去回溯当时的这个雷达的这个讯机是不是有看到这些不寻常的这个大陆战机在雷达幕上一些相关的这个电磁特性。好，共军此次演习是否反映未来攻台计划的战略重点？这个题目我将会在我们会员专属影片中为各位资深军迷回答，请订阅频道，加入会员，解锁更多军武会员专属影片。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周二晚上8点再见。